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探讨了多元化投资作为一种有效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我是如何实现多元化操作的。其实讲这种东西远不如讲交易策略、交易方法看的人多，它比较枯燥，又让人感觉一时半会儿对自己没啥帮助。但是它是我想讲的。想分享给那些真正想在交易领域有所建树的人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别人分享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人生是一个胜率乘以赔率的游戏，交易如果能做成功，就已经接近通关了人生这个游戏。那回报如此丰厚的情况下，通过率自然就低了。所以我们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耐心去了解这种后置、短期又用不上的方法。但是这就是我想分享的。后面我还是会分享许多类似这种看起来没用的、非常后端的知识。好，不说了，今天我将分享我实现多元化操作的做法，并从3个维度进行解析。第一，选择不同的交易品种。在不同的市场行情中，同一时间可能是股票指数是上涨的，商品期货是震荡的，外汇货币对是下跌的，加密货币又是暴涨的。通过交易多个不同的弱相关性的交易品种，可以实现多元化的操作。我自己目前呢是操作28个外汇货币对，2个商品期货，8个股指，1个加密货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品种的相关性。股指倾向于同涨同跌，道琼指数上涨时，标普指数也同样上涨，其他国家的指数也会有相应的跟随上证另说外汇的货币对也同样如此，例如磅日、欧日、美日也是具备强相关性的，因为它们都有日元嘛。针对强相关性的品种，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操作就可以了。如果都选择，就达不到多元化操作中的降低整体风险的目的了。因为加密货币具备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基本只操作比特币这一个虚拟币。第二，灵活切换时间周期。不同的时间周期下，振幅不同，趋势不同。比如在日线上是上涨趋势，切换到4小时是震荡趋势，再切换到15分钟又是下降趋势了。通过操作不同的时间周期，也可以达到多元化弱相关性的目的。我自己是操作15分钟到8小时的时间周期，当然也有1分钟的操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相邻的时间周期可能存在强相关性，例如15分钟和30分钟，3小时和4小时，可能就存在同涨同跌的情况，需要谨慎的判断。第三，采用多样化的交易策略。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会更加复杂一些，但是会更有效果。即便是相同的交易品种，相同的时间框架下，如果采用不同的交易策略，也能够实现弱相关的多元化操作。常见的策略有以下几种一、趋势跟随策略。采用趋势跟随策略，可以在市场上涨或者下跌趋势中获取收益，主要是通过追踪品种的强趋势获利可以理解为追涨杀跌。二、均值回归策略。均值回归策略利用价格的波动性，当价格偏离其均值时，认为会有回归的趋势，通过高抛低吸的方式获利。常见的就是区间交易了。三、对冲套利策略。对冲套利策略是通过同时进行多头和空头交易、跨市场、套利等方式进行风险管理和盈利。
这样可以将投资组合中不同资产之间的风险进行平衡，并利用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获得收益。4. 事件驱动策略，根据重大事件或者新闻消息对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关注政治、经济事件、行业新闻等，通过及时的操作交易，捕捉事件带来的机会。大家刚开始接触的可能就是非农了。5. 机器学习系统，通过算法对大量的市场数据进行训练和预测，试图发现隐藏在市场中的模式和趋势。它可以根据学习到的模式进行交易决策，并不断的优化和调整策略。6. 基本面分析策略，基本面分析是通过分析经济、行业和公司的基本数据，并预测其未来的价值和发展趋势。这种在量化上就不太好实现了，可以作为手操的一种补充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交易系统，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交易系统，而且每个交易系统都可以根据其具体的需求进行定制和优化。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很大的弹性，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开仓、平仓、持仓细节去判断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综上所述多元化操作是一种有效应对市场风险的方式。通过在资产类别上进行不同的交易品种，灵活切换时间周期，采用多样化的交易策略，我们可以在保持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稳定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我们整体的风险。然而，在实现多元化操作时，一定要密切关注不同品种的相关性、相邻时间周期的相关性，以及灵活地调整不同的交易策略，才可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内容了。如果对您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关注我，我会带来更多的视频内容。让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